中印加勒万河谷对峙事件是发生在2020年6月，很难想象已经过去了4年之久，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我还做过一系列视频进行分析，致使我的 YouTube 频道竟然在印度还遭到了禁播。虽然过去了这么久，但这2天一段3分多钟我方视角的最新视频再次泄露出来，让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中印士兵对峙的最前线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就说啊，给我时间啊，绕开，往出，再往这一下，往出这，把这路给绕开，哎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哦，从视频可以看到，整个过程可以分为我方和印军在某个滩头对峙，而后我方指挥官进行倒数，致使印军望风而逃，退至河水的另一侧。最后我方过河后再次追击，印方再次撤退。这个视频有多处值得分析的点。首先，进行倒数的指挥官。视频的最开始，指挥官将口罩摘下后，我的第一感觉是，这会不会是我们的英雄团长齐发宝呢？齐发宝团长是在当年中印加勒万之战中冲在第一线的，所以在第一时间遭到印军的攻击，进而头部受了重伤。另外还有几位战友在那次冲突中牺牲，分别是33岁的营长陈红军、19岁的陈祥荣以及24岁的肖思远。这个导火也直接导致了当晚我军大规模增援，爆发了加勒万河谷之战。因此，如果这个指挥官真的是齐发宝团长，那么这个冲突画面就是发生在6月15日大战爆发之前了。视频的分辨率不是那么清楚，因此我将齐发宝团长的照片和视频的截图用 AI 进行了人脸对比，结果发现2个人是同一人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。而且视频开头的这里，当指挥官要求佩戴口罩时，我们看到这名戴着眼镜的军人
转过头来准备戴上口罩。中印前线戴眼镜的指战员并不多，而且又是冲在前面，因此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在随后牺牲的陈红军营长。而且从双方的着装来看都没有佩戴头盔，我方士兵只是佩戴了棉帽，而中印加勒万河谷对峙时，双方可都是佩戴头盔的，因此推测应该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。所以综上所述，种种迹象都表明，冲在第一线与印方进行交涉并进行指挥的就是我们的齐宝宝团长，而同样在第一排戴眼镜的正是我们的陈红军营长，而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中印加勒万河谷大战之前。那么发生的地点是在哪里呢？6月15日的中印之战是发生在中印加勒万河谷实控线的那块三角滩地上的。最初是因为印方不顾之前的谈判约定，首先跨过了实控线，还在三角滩地上修建了直升机停机坪，因此我方对印方进行了驱离，而后印军增援，打死打伤我方人员后，才酿成了后来中印加勒万河谷之战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那边的地形。加勒万河谷分为大小2个河谷，蓝线为中国主张线，途经大河口，黄线为印度的主张线，途经小河口，红色的则为双方的实际控制线 LAC。 可能是由于谷歌现任 CEO 是印度裔的缘故啊，谷歌地图目前将中印双方的分界线画在了黄色印度主张线上。我们看到，如果按照印度主张，那么中间的三角滩地就是印度的，但如果按照实控线 LC， 则是在中方一侧。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之战的结果是，我军将进入三角滩地的所有印军全部赶回实际控制线的另一侧，而且后来还在这里遣返了俘虏的印军战俘。那么这个最新视频既然是发生在中印对战之前，那此时的三角滩地应该还是印军占据，而且不但如此，他们还更进一步越过了三角滩到了河的对岸，因为按照印度主张线和谷歌地图，这里也是印度的。所以视频中我方共进行了2轮冲锋。第一轮冲锋是将印军赶到了河对面的三角滩地上，注意这里双方是隔着河的，但三角滩地仍然属于印方非法占据，因此我军又跨河同样进入了三角滩地，进行了第2轮冲锋，目的是将印军赶到实控线的印方一侧。这里我还找到了另一段印军一侧拍到了类似时段的视频，注意到双方隔河对峙，解放军官兵只是戴着棉帽，并未佩戴头盔，印军也同样如此，因此应该跟这次视频发生的时间很近。而且我们注意河水流动的方向是由远及近，而加勒万河谷的河水是由我方一侧流向印度的，也就是我方一侧是上游，因此这个三角滩地的河水流向就是这样逆时针的。因此印度视角的这个对峙视频应该就是我方在三角滩地上，而印军则回到了实控线印度一侧。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，本来双方经过谈判同意彼此后撤，因此我方只留了10来名官兵驻留在三角滩上，但印军的比哈尔军团集结了500-600人，突然越过实控线登上三角滩，并对我方官兵进行了攻击，造成我方齐发宝团长重伤，陈红军、陈祥荣和肖思远的牺牲。再后来就是我军从后方增援，当晚在三角滩地爆发激战，印军不敌，顺着河水溃逃，最终共20人死亡，其中还包括比哈尔军团第16营营长巴布上校。这就是加勒万河谷中印冲突的全过程。至于为什么这个我方拍摄的视频现在开始流传出来，难道是中印边境也有什么异动吗？到目前为止还不明确，等有了进一步消息我们再来做分析吧。最后再次向仍然奋战在边境一线的解放军官兵致敬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因有你负重前行。